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穿明制汉服被国外网友吐槽，句句扎心，网友评论区科普超解气。如今的娱乐圈当中，每天都新进不少优秀的男艺人，但是能够在娱乐圈中真正努力低调，做到让路人和粉丝一直喜爱的艺人也是为数不多。在众多男艺人之中，王一博成为了2022年至今全国最受欢迎的男艺人之一。在此期间，王一博有很多的档期，也有很多新的挑战，但是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综艺的拍摄，王一博都始终如一的参加每一期《天天向上》的录制。大家都知道每一期的《天天向上》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因此要求王一博、汪涵、钱枫、大张伟等主持人配合节目穿上不一样的衣服，饰演不同的角色。因此，在节目当中，王一博也挑战饰演了不少新的角色，而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王一博换上了明制汉服，却引来了争议。因为是录制国风一类的节目，王一博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明制汉服。在粉丝和观众们眼中，王一博这次的古装扮相非常的帅气。我们看到王一博的确是换了一种风格，非常的潇洒，宛如古代穿越回来的一位翩翩公子。然而，王一博的新造型亮相之后，头上所戴的网巾却成了一国观众讨论的焦点。有不少国外的网友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开吐槽王一博，称在国外上过学真的太过分了，又是他，好像又尝试了东北工程的中国综艺等。大家也能够看到国外网友的言辞，非常的让人气愤和恼火，公然吐槽王一博的造型，并且进行了言语上的侮辱和攻击。在事发之后，我们看到天天向上的官方宣传海报当中，除了王一博之外，钱枫和汪涵老师也在头部也戴着明制汉服造型的网巾，但是造型图曝光之后，却只有王一博一人被国外网友吐槽。当然，作为国外网友对王一博的吐槽，粉丝和网友们也是不能容忍。但是作为有素质和讲道理的粉丝和网友，集体在评论区公开留言，普及了相关的明制汉服的知识，称王一博穿的是明代晚期文人穿着的日常款式，道袍加网巾。可以看到是交领，放量比较宽大，是晚明流行的风格。网巾是明代所有男人都要戴的。明始于符二洪武24年，帝威行至神乐观，见有解网巾者。翌日，命取网巾，班氏13部正史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这位网友的科普知识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的意义，而且也能够看出来网友的知识文化水平很高，第一时间用明代作品里面的网巾出处来维护王一博的名誉，用知识和古迹文字的方式打脸对方的质疑，是最让观众网友解气的。大家也通过这位网友的详细解释，大家也能够清楚的了解到王一博在这场综艺节目录制当中的明制汉服造型的来源，以及头饰搭配的历史渊源。所以说，不认识看节目还是要发表一些的言论，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和实际意义，不能够公开的进行言语攻击。大家能够通过网友的正解科普之后，明制汉服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解气。我们看到穿着明制汉服的王一博，立马回到了一种古代书生的角色造型当中，有一种玉面书生的风范。这也能够看得出来，王一博的角色塑造能力非常的强，
皮肤白净，为人低调，穿上这样的衣服代入感很强。大家看到穿着明制汉服的王一博的古装扮相之后，也立马想起了之前和肖战共同演绎的《陈情令》。不得不说，王一博的古装造型非常的帅气，也希望王一博在以后的作品当中多多饰演古风、古装、国风一类的剧作。王俊凯、王一博等受侵害，明星有隐私权吗？报道数赛林长东。近日，一则关于演员杨迪私人电话遭泄露，被迫换号的微博登上热搜。过往，王俊凯、王一博、张馨予等也遇过隐私权遭遇侵害的事情。一直以来，明星的隐私生活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关注、刺探、侵扰、泄露。那这背后根源何在呢？明星隐私权是否需要做出部分让渡？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明星隐私权受到侵害的案例时有发生。狗子的跟拍、曝光、私生粉的跟踪、骚扰，都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和困扰。但是由于明星职业的特殊性，需利用其公众形象和社会地位获益，我们不禁好奇，明星的隐私权是否需要做出部分让渡呢？有粉丝认为，明星应该在做好隐私被曝光的心理准备，毕竟是公众人物。也有粉丝认为，明星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隐私权。天池君泰律所高级合伙人、天泽娱乐法创始人郑小强律师向我们解读，法律规定没有区分普通人和明星，不管是刑法、民法典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大家都是正常保护。侵犯明星隐私权有哪3个层级？据律师介绍，侵犯隐私权的严重程度可以分为3个层级：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以不同形式的处罚。郑小强律师表示，不管是私生饭还是狗资罪，触犯法律会从3个层级去看。第一个是民事法律，它会涉及到侵犯民法典里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非法的进行窃取、散布、泄露等等。行政法律方面，治安管理法第42条有个规定，偷窥、偷拍、泄露或者散布个人隐私的，要进行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行为比较严重的可能涉及触犯刑法。刑法的第253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侵犯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处罚金。明星个人隐私泄露屡禁不止，需从源头抓起。明星个人未对粉丝做正向引导，粉丝受众提出不合理需求，各方利益共同体利用发达的互联网平台提供有效信息，谋取利益，这就酿成了明星隐私权遭侵害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律师郑小强直言，正因为背后有个利益共同体，有的通过信息谋取相关利益，有些粉丝追求刺激进行炫耀，这就可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在他看来，目前自媒体发达，网络传播快，明星的隐私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的行为实际上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作为公众人物，得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呼吁引导粉丝适当打压不理智行为。作为粉丝，追星青少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3观，不迷恋明星表面的光鲜亮丽。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对青少年加以引导。作为大众，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其次对于他人的信息既不获取，也不传播，不恶意使用。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虽然需要对于某些负面评价、舆论监督一定容忍，但这种权利让渡不应超过合理限度，公众更不应随意曝光明星的隐私信息，而明星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等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